在工厂上班时，我的一条胳膊被卷进机器里，我本以为能被善待，能拿到工伤补偿，结果手术醒来，领导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就因为你这条胳膊，导致机器要停下检修，厂里损失几百万。赵成，让你赔几百万不现实，你赔30万就好了。在领导恐吓和母亲哀求下，我最终含泪签下那张30万的欠条。断了一条胳膊，30万债压身，没有工厂要我只能捡垃圾，一瓶一瓶的还那笔吃人的欠条。一次在饭店门口捡瓶子时，我听到厂领导炫耀的笑声以及被掩埋的真相。其实那个没胳膊的没有违规操作，总部还给了300万赔偿金，我的房和车都是那笔钱买的。那一刻，我浑身发犟，万一被他发现呢？怎么可能会发现？有那30万块钱的债务，他恐怕早就跑路了。在我愣神之际，一辆大货车冲了出来，我被撞飞5米多远，死了才知道真相。再睁眼，我重生了，回到了在失去胳膊的前一秒，身旁正是上辈子那台令我刻骨铭心、满心金句的机床。此刻的它正轰鸣作响，我打了个寒战，往后退了几步。这一世，我绝不能重蹈覆辙。可下一秒，一股巨大的推力从背后传来，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胳膊再次失去。我再次醒来时，妈妈哭得正激烈。赵成啊，以后你可怎么找工作娶媳妇儿啊？这时，车间主任从外面走进来，妈妈猛地站起身，满脸怒容。程岩，都怪你，是你把我家小程胳膊弄断了，你赔他一条胳膊。程岩和我妈有点亲戚关系，按照辈分，他喊我妈叫表姐，也是他把我搞进厂子里工作。三姐，你冷静一点。他坐在椅上，理直气壮讲道：“什么叫我把他胳膊弄断了？是他自己违规操作。什么意思啊？”我妈愣住了。厂里调监控了，发现是他自己违规操作，导致自己胳膊卷进机器里。现在因为这件事，整个车间都停工了。我来这里是跟你们谈谈怎么赔偿厂里损失的。我妈傻眼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们还要赔钱？我儿子胳膊断了，你们还要我们赔钱？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开始哭天抢地。程岩无视他的行为，拖出陪床椅，面对我坐下来。赵成，你妈不懂，你该懂厂里的规矩。机器是进口的，维护就要几十万，这次坏了要请国外工程师，全是钱。现在车间停工，一天损失几十万，林林总总加起来损失都300万了。他语气严肃，数目庞大，我妈吓得眼泪憋了回去。他们准备怎么追究责任？我妈捂住嘴，哭声戛然而止。让赵成赔钱，不赔就去坐牢。这么多钱怎么赔呀？我妈慌了，拉着他手变得卑微起来。程岩，咱们是亲戚，你跟领导说说，别让我们赔钱了，我家条件困难。我妈的样子正中程岩的下怀，他一脸为难。三姐，咱俩这关系我能不管吗？你家只要赔30万就行了。厂子不是我开的，30万不多，打工2年就挣回来了，你觉得呢？我盯着程岩，语气冰冷坚定道：“我觉得不行，这个钱我不赔。”程岩猛地拧眉，拖过陪床椅，重重坐下。赵成，我知道你失去了胳膊也很委屈，但你别在气头上做决定。你不赔钱就要去坐牢，至少10年起，到时候你这辈子就完了。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仿佛真的在为我着想。上辈子我就是被他所谓的300万以及10年监狱这些话给砸懵了，然后被他忽悠着欠了欠条。第二天他就一脸苦恼跟我说，因为我的事自己也被辞退了。我当时心里对他愧疚极了，出院后甚至带着东西去感谢他。他家邻居却告诉我，他被辞退后就去省城打工了。我一直以为他在省城过着苦日子，直到我在省城捡垃圾时听到他跟那些人对话才知道。胳膊被卷进去后，厂里第一时间就跟总部联系了。当时总部正准备上市，不希望有这种丑闻出现，连夜将300万赔偿金打进厂里。程岩自告奋勇说来跟我沟通，私自把300万都给昧下了。他用这300万在省城买了房子和车，生活好不幸福。而我背着30万的债务，只能靠捡垃圾为生。想起那些日子，我就恨不得将眼前人撕碎。我死死盯着程岩，猛地起身讲道：“我不赔钱，也不坐牢，我是在工厂工作时受的伤，这属于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员工因工作原因受伤，工厂不能要求我赔偿因事故本身直接造成的生产损失。除此之外，我受伤后的医疗费、康复费、住院伙食费都应该由工厂提供。最重要的是，厂子里还需要付给我补偿金。”我的话说完，程岩额头上出现了一层薄汗，他强装镇定，拍了拍胸脯：“原来是这样，没想到赵成你这么懂，看来是总部那边不想赔钱。你放心，我这就去帮你沟通，赔偿款1分都别想少给。”表舅，这件事就不麻烦你来回跑了，我肯定不会回厂子上班了。你还要在那儿待，我自己跟厂里沟通吧。不，
我们都是一家人，没什么麻烦的。哪怕工作不要了，也要给你讨个公道。他跟我虚与委蛇，我便假笑回击。最后他灰溜溜的离开了。程岩一走，我妈开始埋怨我：你干嘛不让你表舅帮你出头？他面子大多了。面对我妈的抱怨，我一声不吭。如果让他知道我防程岩拿补偿金，他只会抱怨我搞坏了亲戚关系。我说要自己跟厂里沟通，没想到第二天厂长亲自来了。程岩和厂长今日一同前来，摆明了俩人早就串通一气。赵成，你的需求程岩说了，我们该给的绝对会给。你的医药费、误工费全报销，另外还有3万块补偿金，我今天拿来了。你好好养病，祝你早日康复。我被气笑了，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人。就这些？还有什么？赵成，3万不少了，这还是厂长自己掏的腰包，你想要多少啊？我要300万！房间瞬间安静下来，几秒后，厂长暴怒：你穷疯了吧？给你这3万已经是违反规定了，你竟然还想要300万，你怎么不去抢呢？赵成，你确实过分了，300万属于敲诈了。如果报警都能把你抓进去，见好就收吧。至此我才看明白，这两个人是故意的，两个人十有8九是一伙的，已经把我那300万全部吞了。你要觉得我敲诈，那就去报警。我被卷掉了一条胳膊，算1级伤残，按照法律至少要赔我27个月的工资，更别提还有护理费和康复费，这加起来怎么也不可能3万吧？你要告我，我就告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我胳膊没了，也找不到工作，时间大把。我冷笑一声，在我的威胁下，两个人表情变了。哈哈哈哈哈！那你就去告吧。说完，他拉开门大步离开。程岩追出去，10分钟后，他跑回来教训我，气喘吁吁地靠近我，讲道：赵成，你糊涂啊！那些话是不是你在网上看的？网上的话你怎么也信？总部法务特别强，打官司基本没有不赢的，而且监控上显示是你自己朝着机器扑过去的，这个对你很不利啊！不可能，我要求看监控。之所以要看监控，是因为我想知道推我的那个人究竟是谁。监控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赵成，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我劝你一句，把这3万块钱拿了，见好就收。监控绝对是对你不利，就算不是你扑过去的，也不会赔你这么多钱。如果赔了你这么多钱，厂子里其他员工知道了，都会效仿。这个厂子还要不要开了？他半威逼，半利诱。我还是那句话，我坚持要300万，1分都不能少。程岩最后懒得装了，冷笑2声。那随便你。他起身往外走，正好碰到打饭回来的我妈。三姐，你可是真生了个好儿子。等他走后，我妈回来骂我。今天不是谈赔偿吗？你又说了什么？我正是心烦，没什么，没回答他。你可不能得罪你表舅啊，人家给你多少就要多少呗，反正是你自己不小心弄掉了胳膊，给钱就不错了。我将被子盖过头顶，不想理他。从那之后到出院，厂里再没有派人来过。那几天，我将整个事情又里里外外想了个遍。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我确定不是自己扑过去的。程岩和厂长这么说，无非是跟我玩心理。这一次，我一定要硬刚到底。出院后，我就去了厂里，想要再谈一次赔偿的事。谁料厂长手一摊：“什么赔偿？你不是已经接受那3万块钱了吗？”我傻了眼。什么时候？厂长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白纸黑字上是我接受赔偿款的内容，签字那里有我的名字和手印，只是一眼我就认出来，这不是我签的，是我妈签的。我气势汹汹回了家，将那份文件甩在我妈面前。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签这份协议？你知不知道我要的赔偿金是300万，根本就不是3万。你说要300万人就能给你300万啊？程岩都说了，你是违规操作，咱家根本不占理。我拉着他往外走。我没有。你跟我去找他们，那份协议你签没用，把钱还给他们。我不会去的。你表舅答应了帮你弟找关系，让他明年考个大学。赵成，你弟弟考了4年高考了，好不容易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你难道想毁了他吗？至此，我心灰意冷，猛地甩开他的手，转身离去。弟弟智力低下，初中读了4年，高中读了7年，高考成绩一次比一次低。从小到大，我妈就让我处处让着他，还常常说我弟弟是没有好好学，不然肯定比我考的分高。我不明白，同样都是儿子，我考上大学，他说家里条件不行，不让我上。我这个蠢弟弟就能一直考。想到我受伤后，我妈从没问过一句疼不疼，关心的只有我以后找不到工作，没办法补贴家里，以后我弟弟上大学没有学费。想到这，我苦笑道：弟弟的人生有着落了，那我呢？我胳膊都断了，难道就不应该为我自己多争取点钱吗？你胳膊断了，别地方又没断，你比你弟弟有出息，一定能找到别的工作。
至此，心灰意冷，我冷笑2声，什么也没说，离开了家。不让我找麻烦，我偏找，一个个都这么欺负我，我要把属于我的都拿回来。半个月后，集团董事长来厂子视察，刚到门口，刚下车，厂长还没迎上去，我举起手里东西冲了过去，保镖手疾眼快，将董事长护住。众目睽睽之下，我却跑到厂长面前。厂长，我终于见到你了。厂长，找了你好久。保安，这是个精神病，快把他赶出去！厂长，你别让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来感谢你的。因为是本地最大企业视察，总公司上市在即，当地电视台与多家网络媒体齐聚，见我这般，记者们蜂拥而上，对着锦旗一顿猛拍。好了，锦旗我收到了，你别闹了，赶紧走。我的傻外甥，你怎么还来这里玩了？表舅送你回家。他们2个一个推一个拉，眼瞅着就要把我拉离现场。董事长厉喝一声：“等等！”厂长和程岩身体一僵，董事长走过来，慈眉善目的问我：“小伙子，你也是我们集团的员工吗？你说你是来感谢你们厂长的，他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感恩啊？”从他的眼神中，我就看出来他知道我是谁。毕竟手底下的厂子有员工断了胳膊，公司决定赔付300万。如果没有董事长的签字，是不可能当天晚上就能到账的。集团需要正向宣传。董事长一副颇具欣赏的目光看着我，他想要知道我肯定如实相告，只不过刚准备开口，我的嘴就被人捂住。厂长在董事长面前低语：“董事长，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人是来感谢的，他收了赔偿金却觉得少，是来这里闹事的。董事长，他说什么你都别信。”听了他们的话，果然董事长的脸色沉下来。他刚准备挥挥手让这2个人送我离开，我张大嘴巴，一口咬在程岩手心。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咬得他嗷嗷直叫，捂在嘴上的手被松开。我焦急道：“厂长，我真的是来送感谢的，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大家说？你做了天大的好事，就应该让所有人知道。”周围人群和记者被喊声吸引，纷纷围拢过来。小伙子，你们厂长到底做了什么好事？你直接说出来吧，我们这都是现场直播，保证帮你宣扬出去。对，这里有你们什么事啊？我根本就不想宣扬。今天的主角是我们董事长，你们搞清楚好不好？他要赶走记者，被董事长拦下。董事长觉得我赔你300万，就算闹上法庭也有理。媒体一旦报道，集团反而能博同情，对公司有利，无人阻拦。我对着镜头哭诉工作时胳膊被卷入的遭遇。我站在机器前好好干着活，那机器突然就卷住了我的袖子，我还没反应过来，整条胳膊就……我哭得感天动地，就没了啊！关键时刻多亏了厂长，他说我的胳膊导致了生产受损，集团要我赔付生产损失，一共300万元。但是看在我家庭条件困难，主动承担了这300万的赔偿，还给我出了医药费，给了我3万块钱补偿金。我这些话说出来，所有人傻了眼。厂长，有你这3万块钱，我再去捡点垃圾，这辈子都吃喝不愁了。多亏你了！现场的人瞪大眼睛，齐齐看向黑了脸的董事长，大家都不敢说话，网络上却炸了锅。这是什么意思啊？工伤导致失去一条胳膊，公司却不想赔钱，还要人家承担损失，资本家都没这么黑心吧？这小伙子也是傻，这种做法明显是犯法，到了法院一告一个准。你们看他样子，明显就是没怎么受过教育。这种人认知浅，稍微吓唬一下，什么都会相信的。网上讨论的沸沸扬扬，本来热度不高的直播间，因为我进来很多人。等集团媒体运营发现想要关直播间，被旁边的副总拦下。如果不关，这件事还可能说清楚；关了再澄清，大家可能就不相信了。小伙子，你说你断了胳膊，集团只给了你3万赔偿金是吗？不是集团给的，是厂长给的。集团让我赔30万。厂长终于回过神来，董事长，你听我解释。董事长冷眼看他，我记得我批复的赔偿金是300万，怎么到他手里就成了3万？张双明，除了你私吞了这笔钱，我想不到还有什么理由去通知人事部和法务部开除张双明，同时报警立案。厂长吓得脸都白了，额头冷汗顺着脸颊滑落，记者们蜂拥拍照。小伙子，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结果。你的赔偿金不是3万，是300万，我会尽快让公司财务联系你打款。直播间里当即叫好一片，一群人嗷嗷嗷说董事长好帅，唯独厂长腿都软了。董事长，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你给我个解释的机会。钱我确实拿了，可我没有放进自己兜里。他的胳膊一被卷进去，机器停了，这一停就是好几天，损失何止300万。这钱我一点都没吞，都用来填窟窿了。而且，董事长，你真的误会厂长了。他不把赔偿金给赵成，是觉得不能给，因为赵成当天是自己扑进机器那里，是故意讹公司钱。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真的假的？
看这小伙子不像是这么有心机的样子。再说谁会为了讹钱，活生生把自己胳膊卷进去，这得多疼啊！那可是300万啊！他这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些钱，为的就是搏一把。我傻了也，不过是2句话而已，大家就从同情我变成了怀疑我。你们2个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为了钱故意绞断自己胳膊？我看向董事长，董事长，事实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调监控。查监控！查监控！查监控！是啊，到底是不是自己扑上去的？调监控不就行了？董事长点头，让厂长带我们去监控室查看当天真正的情况。厂长却摇头，这件事儿，不然还是算了。不调监控就是心里有鬼，就是他故意私吞这笔钱。谁心里有鬼？我是怕真的监控出来了，事情闹大了，给他造成影响。现在没有十足的证据，他还能说是我污蔑？有了十足的证据，他可能就要进去了。我不想害了他。这么一堆道貌岸然的话，倒是把我气笑了。我告诉他，你放心，如果监控上显示我自己扑上去的，这300万我不要了。厂长仍旧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就连带我们去监控室的路上，依旧频频叹气。如果不是我拥有2辈子记忆，他演的我都快信了。到了监控室，管理监控的人已经找到了那段监控。看完，所有人都傻了眼。只见视频里的我本来站在那里好好工作，忽然想到了什么，后退几步，四周看看没人，像是做了什么巨大的心理建设一样，直接扑了上去。视频清清楚楚，是我自己扑上去的。厂长得意地看着我，怎么样？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董事长拿300万给厂子里填窟窿这件事儿，是我给厂长出的主意。实不相瞒，赵成是我的亲戚，从小就心术不正，是我求厂长不要告他，不要把他送到局里去。厂长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还给了300万。你要惩罚，你就罚我吧。望着程岩道貌岸然的模样，我心知这场戏才刚刚开始。张双明、程岩，你们2个别演了，这监控肯定是假的。我要求重新看监控，并且把这段监控拿去做认证，这绝对是 AI 合成的。这监控明显有2个漏洞，一是我们进来时监控管理就直接从桌面上打开了，二是这画面实在是太清晰了，谁家监控清晰的跟演电视剧一样。够了，赵成，我就知道你会不服。董事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给你当判官。你要是对这个有疑问，我们带这个监控去派出所问问怎么样？我刚准备说去就去，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可不能去啊！”我回头一看，我妈竟然来了。她气喘吁吁拨开人群，发丝凌乱，拎着就帆布包冲进来，死死攥住我仅剩的手，指节用力的几乎嵌进肉里。我妈扯着嗓子嚎叫，眼泪说来就来：“赵成，你疯了吗？你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你表舅为你的事儿跑前跑后，又为你弟弟上大学操碎了心，你现在是要逼死他，毁了你弟弟的前途吗？”全场瞬间安静，所有目光都落在我妈身上。程岩本已绝望的脸立刻焕发生机，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挣脱保安，扑通跪倒在我妈面前。三姐，你可算来了，你快劝劝赵成吧，我真的是为了他好啊。厂里本来要告他敲诈勒索，是我拉下这张老脸，求了厂长半天才保住了他，还给他争取了3万块钱的营养费。他不领情就算了，现在要是闹大了，你家小程可是要坐牢的啊！他坐了牢，小峰以后还怎么考大学，怎么考公啊？我看着他自导自演，只觉可笑。听到坐牢、小峰，我妈脸色瞬间煞白。小峰是他心尖上的人，也是考了7年高中的弟弟。你听听你表舅说的话。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正好拍在我左臂的断口处，剧痛从肩膀蔓延全身。我闷哼一声，冷汗直冒，却仍死死盯着他。妈，你知不知道他们在骗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违规操作要赔钱的事。我的胳膊断了，集团总部直接批了300万的赔偿金，是300万。这300万全被程岩和张双明这2个畜生私吞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表舅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他能贪你的钱，你就是掉钱眼里了。你就是看不得你弟弟好。旁边的记者们本来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家庭伦理大戏兴奋不已，此刻更是将长枪短炮全部对准了我们。直播间里的弹幕更是如同瀑布般疯狂滚动。卧槽，这是亲妈吗？儿子胳膊都没了，他还在乎小儿子的大学？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我见多了，大号废了就疯狂吸大号的斜阳小号。不过这妈也太蠢了吧，300万被亲戚骗了，还帮着亲戚数钱，这表就绝壁有问题。你看他那眼神，虚得很。一旁董事长眉头紧锁，商场沉浮几十年的他一眼看穿猫腻，并未制止，只是冷冷盯着程岩与厂长，眼神杀气逼人。赵成，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了，你妈是个明事理的人，你不要拿你那种肮脏的心思来揣测我们。监控视频就在那里，清清楚楚是你自己扑向机器的，你现在去派出所就是报假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好啊，那就去派出所。不仅要去派出所，还要申请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你们所谓的监控视频进行逐帧鉴定，
老天爷啊，我不活了啊！我怎么生了这么个白眼狼啊？自己不小心弄断了胳膊，还要连累全家呀！我不活了啊！我妈见我油盐不进，急得直跺脚，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她最擅长的那一套撒泼打滚。看着地上撒泼的母亲，我心无波澜，只剩悲凉。上一世我被她软化，被程岩欺骗，背上30万债务，街头捡垃圾惨死，重活一世，我绝不再犯。妈，你闹够了吗？你今天就算死在这里，我也要去派出所。这300万是我用一条胳膊换来的命钱，谁也别想拿走一分。我的绝情让我妈愣住了，在她的记忆里，我一直是那个逆来顺受，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一切的长子。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断了一条胳膊的我，竟然连心也变得像铁一样。董事长，既然厂长和程主任都信誓旦旦地说监控是真的，那为了集团的声誉，也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请求您立刻报警，让警察来封存监控主机进行技术鉴定。董事长深深看了我一眼，他心知肚明，从张双明和程岩阻拦报警的态度，已猜出7、8分真相。如今全网直播，若在上市关键期包庇下属，对公司将是毁灭性打击。董事长转过头，声音不大，张双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报警。张双明腿一软，险些瘫倒，脸色惨白，冷汗直流。董事长，这点小事儿就没必要惊动警方了吧？这要是传出去，对咱们厂的影响不好啊。现在全网都在直播，你觉得影响还在可控范围内吗？如果不报警查个水落石出，我们集团就会背上草菅人命、私吞员工赔偿金的黑锅。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张双明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董事长这是要弃车保帅了。程岩更是吓得浑身发抖，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想要趁乱溜走。拦住他！几名保镖眼疾手快，一把将程岩按在了墙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是合法的公民，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在警察来之前，谁也不许离开这里半步。15分钟后，3辆警车呼啸驶入厂区，几名警察快步走进监控室，带队李警官扫视现场，目光在我断臂上顿了顿，沉声发问：是谁报的警？怎么回事？是我报的警，我叫赵成，是这个工厂的前员工。我的左臂在车间被机器绞断后，厂长张双明和车间主任程岩，他们用30万欠条威逼我签字，还私吞了集团下发的300万工伤赔偿金。李警官听完，眉头紧锁，他转头看向张双明和程岩：他说的都是真的吗？警察同志，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这是敲诈勒索，我们有监控视频为证，是他自己为了讹钱，故意把胳膊伸进机器里的。对，我们有监控。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李警官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嚣，而是走到监控主机前，对身后的技术警察说：把当天的监控视频调出来。好的。技术警察熟练地操作着电脑，很快，那段经过 AI 合成的视频再次出现在了屏幕上。视频里，我站在轰鸣的机器前，突然发疯般主动扑向高速运转的齿轮。警察同志，你看，这可是铁证如山啊！这小子就是个疯子，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你个作死的畜生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你这是要逼死全家啊！我没躲，任由他捶打，目光死死盯着视频，大脑飞速运转。上一世，我就是被这段视频彻底击溃了心理防线。当时我刚做完手术，精神恍惚，再加上程岩的恐吓和我妈的哭闹，我甚至真的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小心操作失误。但现在重活一世，我的头脑无比清醒。李警官，这段视频是假的，是经过 AI 深度伪造技术合成的。此言一出，全场哗然。AI 合成？你小子是不是科幻电影看多了？这可是厂里的安防监控，谁有那个本事去修改它？就是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小伙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段视频是假的？证据就在视频里。李警官，请您让技术人员把视频放慢倍速，然后放大我扑向机器的那一瞬间。技术警察依言照做，画面被放慢、放大，一帧一帧的在屏幕上播放。工厂车间的照明灯是从正上方打下来的，但是在我扑向机器的那一瞬间，我的影子却出现了诡异的扭曲，边缘甚至出现了像素模糊的现象。这在光学物理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在 AI 进行人物抠图和背景融合时，才会出现这种渲染错误。李警官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凑近屏幕，仔细观察着我指出的地方。还有这里，机器在高速运转时，金属表面会产生反光，但在视频里，机器表面的反光始终是静态的，并没有因为我身体的靠近而发生任何光影变化。这说明视频中的我
是后期被强行贴图上去的，根本没有和周围的环境产生真实的光影互动。监控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屏幕上那些被我指出的破绽。众人虽不懂渲染错误光影互动，但经我一解释，再看视频都觉出明显违和。直播间里的弹幕再次爆炸。卧槽，这小哥是列文虎克转世吗？观察的这么仔细，我是做影视后期的，小哥说的全对，这视频绝对是经过 AI 处理的，而且技术还挺糙，估计是找的便宜外包，绝了！资本家为了吞钱，连 AI 造假都用上了，真是开了眼了。警察叔叔快查，这绝对是大案子！张双明面如死灰，浑身发抖，双腿一软瘫坐在椅子上。你胡说！你这就是在狡辩！警察同志，你们千万别信他的鬼话，他就是想讹钱。是不是狡辩？查一下监控主机就知道了。如果这段视频是原始的，那么主机的修改记录应该是空白的。但如果有人替换了视频，系统中一定会留下痕迹。李警官对技术警察点了点头。查。技术警察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着，一行行代码在屏幕上疯狂滚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监控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5分钟后，他停下动作，面色凝重地对李警官说：“李队，查到了，调出来。监控主机的系统日志显示，昨天晚上凌晨2点，有人用管理员权限登录了系统，删除了事故发生当天的原始视频。”此话一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监控室里炸响。董事长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张双明、程岩，你们还有什么话说？”董事长，我错了，我一时糊涂啊，都是程岩这个王八蛋出的主意啊！他说赵成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只要吓唬吓唬他，这300万咱们就能平分。我真的是被猪油蒙了心啊！放屁！明明是你眼红那300万，说要在省城给小三买套别墅，才逼着我去找人做假视频的。你现在想把屎盆子全扣我头上，门都没有！两人扭打撕咬，丑态百出。警察立刻上前分开他们，铐上手铐。看着曾经踩压我的2人，如今如小丑互咬，我毫无快感，只剩疲惫。别动！警察同志，既然他们删除了原始视频，那还能恢复吗？我必须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硬盘的数据被覆盖过一次，直接恢复难度很大。不过像这种大型工厂，为了防止数据丢失，通常会有云端自动备份系统。董事长，咱们集团的安防系统应该有云备份吧？有，集团总部的服务器会实时同步所有下属工厂的监控数据，保留30天。那就好办了。技术警察立刻通过内网连接了集团总部的服务器。几分钟后，一段未经任何处理的高清的原始监控视频出现在了屏幕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死死地盯着屏幕。视频的画面很清晰。那天我正站在机器前准备操作，因为重生的缘故，我对这台吞噬了我胳膊的机器充满了恐惧。画面中的我身体明显在发抖，随后我往后退了几步，准备转身离开。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车间主任制服的男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我的身后。他左右看了一眼，确认周围没人注意，然后猛地伸出双手，狠狠地推在了我的后背上。毫无防备的我瞬间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向前扑倒，我的左臂就这样直直地卷进了高速运转的齿轮中，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整个屏幕。啊！监控室里爆发出几声惊恐的尖叫，我妈更是双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画面定格在推人者的脸上，那是一张充满暴力和恶毒的脸，正是程岩。不可能！程岩看着屏幕上的自己，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裤裆里瞬间湿了一大片，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骚臭味。程岩，你这个畜生，你竟然故意杀人，你疯了吗？程岩，你涉嫌故意伤害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不，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那天只是去车间巡视，看到赵成不好好干活，还往后退，我一时生气，就想推他一把，让他赶紧干活。我真的没想把他推机器里去啊，那是意外，真的是意外啊！我冷笑一声，步步紧逼。意外？你明知道那台机器的防护罩早就坏了，你明知道机器在高速运转，你从背后下死手推我，你跟我说是意外？厂长，那台机器的防护罩为什么一直没有修？张双明浑身一颤，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我指着张双明和程岩，我来替你说吧。因为你们俩串通一气，把厂里拨下来的设备维修款全都贪污了。那台机器早就出了故障，经常卡带。那天机器其实已经快要彻底报废了，程岩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承担机器损坏的责任，掩盖你们贪污维修款的事实。所以
当他看到我害怕退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我推了进去，用我的一条胳膊来为你们的贪污买单。我的声音在监控室里回荡，字字泣血，句句诛心。我指着张双明和程岩，直播间的弹幕已经彻底疯了。这特么是谋杀，是谋杀啊！太黑暗了！贪污维修款，拿工人的命去填窟窿，严惩，必须严惩！如果不判死刑，天理难容。证据确凿，动机清晰，程岩和张双明无从狡辩，像死狗般被警察拖出监控室。工人早已通过直播得知真相，见状愤怒怒骂：打死这两个畜生！吸血鬼人，杀人犯！警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两个人塞进警车。警笛长鸣，呼啸而去。监控室里，董事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空荡荡的左袖管，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上位者在权衡利弊后的决断。赵成，这件事是集团对不起你，是我用人不察，让这种蛀虫混进了管理层，害你受了这么大的罪。通知财务部，立刻将300万的工伤赔偿金打到赵成的个人账户上。另外，鉴于赵成同志在这起事件中所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以及他勇敢揭露腐败分子的行为，集团决定额外再补偿赵成200万精神损失费和奖励金，总计500万。同时，集团将全额承担赵成后续安装最先进智能仿生义肢的所有费用，并承诺只要赵成愿意，集团永远为他保留一个合适的管理岗位。此言一出，现场再次沸腾了。500万加上最先进的仿生义肢，还有终身的工作保障，这对于一个底层的打工者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神仙待遇。直播间里的风向也瞬间发生了转变。董事长大气，这才是良心企业该有的担当。我看着董事长那张写满诚恳的脸，心里冷笑不已。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大方。比起集团即将上市所面临的舆论危机，这500万简直九牛一毛。他这是在用钱封我的口，用钱来挽回集团的声誉，更是用钱在媒体面前树立一个负责任的良心企业家的光辉形象。这是一场完美的危机公关。但我没有拒绝，因为我太清楚钱的重要性了。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没有钱，连呼吸都是错的。上一世，我就是因为没钱，才会被人像狗一样踩在脚底。这500万是我用一条胳膊换来的，是我应得的，而且我还需要这笔钱去完成我接下来的计划。我微微鞠了一躬，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谢谢董事长，钱我会收下，工作就不必了。我这副残躯就不给集团添麻烦了。董事长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孩子，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这场闹剧终于以一种看似皆大欢喜的方式落下了帷幕。人群渐渐散去，监控室里只剩下我和刚刚苏醒过来的我妈。她瘫坐在地，眼神空洞，魂不守舍。刚才的一切彻底击碎了她的认知。她百般巴结的亲戚，竟是差点害死她儿子的凶手。她一直看不起的大儿子，却拿到了500万。小程，他颤抖着嘴唇，试图叫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卑微和恐惧。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妈，戏演完了，回家吧。小程，妈错了，妈真的不知道那个畜生会这么对你啊！妈要知道他推了你，你妈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杀了他好。妈以后再也不提你弟弟上大学的事儿了。抱住我的大腿，嚎啕大哭起来。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动，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解脱。妈，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只是更爱弟弟而已，这是你的权利。不是的，你们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他拼命的摇头，试图抓住我最后的一丝怜悯。从小到大，家里只要有一口好吃的，都是弟弟的。我考上大学，你说家里没钱，让我辍学打工供弟弟复读，弟弟在学校打架惹事，你让我去给人家下跪赔钱，甚至我断了胳膊，你关心的不是我疼不疼，而是我还能不能赚钱养家，能不能让弟弟上大学。妈，在你心里，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儿子，我只是你们这个家的一头会赚钱的骡子。现在这头骡子断了一条腿，拉不动磨了，但好在这头骡子最后还卖了500万，够你们吃一辈子了。小程，你别这么说，你是在挖妈的心啊！这500万我会拿出50万，在老家给你买套带电梯的房子，再给你存20万的养老金，每个月我会按时给你打生活费，保证你衣食无忧。但是弟弟的事，我以后1分钱都不会再管。他如果想上大学，让他自己去打工赚学费；他如果想娶媳妇儿，让他自己去挣彩礼。我已经用一条胳膊还清了你们的生恩养恩，从今往后，我赵成
只为自己活。说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监控室。阳光有些刺眼，我眯起眼睛，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虽然带着工厂特有的机油味，但却无比的自由。3个月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锤重重落下，宣判了程岩和张双明的最终结局。程岩因犯故意伤害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双明因犯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听判的那一刻，程岩在被告席上彻底瘫软，像一滩烂泥一样被法警拖了下去。张双明则是老泪纵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报应。是啊，报应。我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上一世，他们在省城住着别墅，开着豪车，而我在雨夜里被大货车碾碎骨头。这一世，我终于亲手将他们送进了地狱。走出法院大门，我妈和我那个废物弟弟正等在外面。弟弟因为知道了那500万的事，这几个月没少去我租的房子闹事。今天他显然是来要钱的。哥，那500万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我看中了一辆保时捷，首付就差50万了，你赶紧把钱给我，别耽误我泡妞。我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无赖嘴脸，突然觉得有些可笑。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除了妈的养老钱，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听完我这话，弟弟握紧了拳，仿佛要动手般，死死地盯着我。赵成，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残废，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带进棺材里吗？我是你亲弟弟，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不给我，我就去法院告你。我妈站在一旁，眼神躲闪，不敢看我，显然是默许了弟弟的无理取闹。我拿出手机，好啊，你去告。打开了一个录音文件。你个独臂残废，赶紧把钱交出来，不然老子弄死你！弟弟的脸色瞬间变了，他虽然混，但也不傻，知道敲诈勒索是要坐牢的。你猜，如果我把这段录音交给警察，你这算不算敲诈勒索？你算狠！你给我等着，咱们走着瞧！说完，他拉着我妈灰溜溜的走了。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早就已经把他们从我的世界里剔除了。下午，我去了省城最好的一家移植康复中心，董事长兑现了他的承诺，为我定制了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神经束接驳智能仿生机械臂。经过痛苦的神经接驳手术和长达2个月的康复训练，我终于能够熟练地控制这条新的手臂了。它由高强度的钛合金和碳纤维制成，表面涂着一层银灰色的哑光漆，充满了冰冷的科技感。我站在康复中心的落地窗前，试着握紧了左手的机械拳头。微型马达发出轻微的嗡鸣声，强大的握力甚至能捏碎一颗核桃。我看着玻璃窗里倒映出的自己，眼神坚毅，身姿挺拔，左臂闪烁着金属的光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懦弱无能的底层打工仔，而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复仇者，一个掌握了自己命运的重生者。我用剩下的400多万，在省城最繁华的写字楼里租下了一层办公室。我注册了一家名为破晓的法律援助与维权咨询公司。公司的业务很简单，专门为像我曾经一样在工厂里受了工伤、被老板欺压、被黑心中介坑骗的底层打工者和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我高薪聘请了省城最好的劳动法律师团队，还招募了一批有良知的退伍军人和前调查记者，专门负责收集证据和曝光黑幕。我不缺钱，我只缺公道。我受过的苦，我不希望别人再受一遍，重生一次。我不仅要杀疯那些害我的人，我还要活出一个崭新的人生。我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资本家知道，底层的蝼蚁也是有牙齿的，逼急了也是能咬断他们喉咙。今天是破晓公司正式开业的日子，没有剪彩，没有花篮，只有几个刚刚接手的工伤维权案子的卷宗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桌上。我翻开其中一个卷宗，照片上是一个只有19岁的年轻女孩，在纺织厂里被机器砸断了3根手指，工厂却以临时工为由拒绝赔偿。我看着那张沾满血污的照片，眼神渐渐变得冰冷。我按下办公桌上的对讲机。张律师，纺织厂那个案子立刻起诉，告诉对方老板我们不要调解，法庭上见。明白，赵总。我关掉对讲机，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省城的车水马龙在我的脚下川流不息，远处的夕阳将整座城市染成了一片血红。我穿上西装外套，大步走出了办公室。楼下，我的司机已经发动了汽车，车子平稳地驶入主干道，融入了滚滚的车流中。我抬起那只银灰色的机械左臂，在阳光的折射下，它闪烁着冰冷而坚硬的光芒，就像我现在的心一样，无坚不摧。